近期的全球市场啊都很混乱啊，先给大家一个判断，即本轮震荡结束之后，我认为全球的 AI 产业会形成较为清晰的3层的定价格局，顶层的技术溢价将继续由美欧主导，而中层的产能成本则会由中国主导，下层应用服务则由各区域本土市场来主导。最近几天可是把美韩的 AI 链给吓坏了啊！一听说咱们的国产替代实现了小规模出货，好家伙，西方的 DUV 估值模型一下它都不成立了，阿斯麦尔的股价应声暴跌，韩国的三星、海力士大幅跳水，连带着美股半导体板块集体绿油油的。最让人啼笑皆非的呢是韩国市场那边一恐慌，流动性危机反向传导，又把我们的 A 股科技板块给带到沟里去了。我也看到网上有不少抱怨说明明是咱们的技术取得了突破，怎么我们的市场还得跟着随份子呢？还有人阴阳怪气的表示，要是没有长芯存储和这个 DUV 的突破这出动静，是不是就好了呢？我们要换一个视角看待这个问题现在我们突破，我们还要随礼，这个矛盾点真正反映的本质是啥呢？恰恰反映的是当前全球科技单边定价权的消失。为什么呢？给大家说一下当我们手里没有硬家伙，没有金融主权和科技主权的时候，我们的所有资产本质是以美元计价的风险资产，没有价值投资的这个价值。对面只要一抽水他一给我们定价，什么红火的局面都会一朝崩解。而当咱们手里有产业定价权的时候，金融逻辑和产业逻辑其实会出现阶段性的劈叉，因为我们的科技突破刺破了西方科技的垄断，随之崩溃的是基于垄断溢价带来的超高利润的这样的估值收益模型。对于资本来说，只有我们没有这个技术的时候，西方的技术垄断产生的几百甚至上千倍的溢价才有人买单，才可以源源不断的传导给我们，他们现在这么大的资本开支才能够持续下去，才能够有利润。而现在产业没崩，它估值模型完了，所以呢这轮全球芯片股的这个史诗级回调市场都开始有惊跳反射了，什么都慌一波，本质是因为西方无比的确信中国人真的会把所有的东西都造出来的，而且一定会走普惠路线。全球资本对美国的科技有无限溢价的这个信仰它破灭了，而把这个信仰锤烂的就是我们在科技上的多点开花，从0到1的突破。从 DeepSeek 到 Kimi K3 其实是把闭源模型的整个的盈利溢价给吹了，涛定律和生成950是把西方垄断的高制程芯片的超高溢价给吹了，长芯把美韩存储3家御全球的这个估值溢价给吹了，现在小作文里可能存在的那5台神器把西方垄断的最后一根承重柱又给挖裂了。你以为当年阿斯麦宁可丢掉咱们这个最大的客户，也要铁了心的配合美国的制裁，仅仅是因为怕美国的长臂管辖吗？其实在全球经贸体系里绕开管制的办法千千万万，西方精英们真正达成共识的恐惧是他们亲眼见过太多次工业皇冠上的明珠被我们揪下来当溜溜球玩的惨剧。从高铁到光伏，从盾构机到无人机，从电动车到开源模型，从北斗到空间站，在西方老牌斯诺克群国看起来，老中的这个超车能力简直是太他喵的吓人了。这老中为什么就不乐意跟他们一起舒舒服服的躺着赚超额利润呢？其实他们也搞不懂，但是他们知道只要老中一突破，立刻就会凭借那套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极致的供应链效率，把价格干到西方根本都看不懂的白菜价。为啥他看不懂呢？因为我们的人口多体量大，需要足够的分工和足够好的效率。垄断实际上是很低效的模式，美国可以全球掠夺，但是因为要养垄断阶层，搞钱的这个效率养3亿人都已经捉襟见肘了。不是我们有多么理想主义，是我们必须走这个普惠之路。只有每次这样大军压上，形成绝对优势之后，再通过反内卷来集体涨价，进行盘活行业的盈利，这个时候才可能养活这么多人。但是呢，往往这个时候呢，竞争对手凉的都可以拌菜上桌了我们很多行业都是这样养蛊一样的拼杀出来的。所以西方怕的不是今天传闻中的5台机器，他们怕的是我们突破之后那个指数级暴冰的未来。以前全球芯片行业可以舒舒服服的躺在垄断光刻机、垄断内存、垄断高端芯片、垄断尖端大模型这样的一个温室里。这个硅基通胀的黄金时代它也是美国的阳谋，那其实就是搞闭源模型，卖高价芯片，弄天价算力中心，因为全球只我一家，只要全球有向 AI 发展的需求，我想卖多高的价格它都得有人买，这个就是整个的估值的基础。你爱要不要，有些你想要我还不卖给你呢，但是呢只要我想卖，什么价格我都卖得出去。
资本对于有这种绝对收益啊、绝对需求、绝对定价权的资产，它的估值逻辑其实是无穷大的。可是现在我们的突破太快了，西方对于 AI 科技的单边定价权它就兜不住了。接下来最可能的场景是什么呢？长芯的产能铺开，国产芯片制造和算力进一步加强，甚至我们的这个 DUV 在未来能够稳定的供货，再加上咱们算电一体的模式，把算力成本打到地板价，这帮人未来的盈利预期它就全乱套了。美国那边建个算力中心，原本指望靠着高价算力4、5年回本，现在我们的白菜价算力只要一冲进市场，这个回本的周期那根本就是拉长到猴年马月，搞不好就是个填不满的窟窿。所以对于外面市场的血雨腥风的原因是，一旦未来他们的超额利润没了，那些已经透支了未来10年增长的股价，它必然就是这样一惊一乍的反应。那反观咱们呢，金融逻辑和产业逻辑在短时间内现在是背离的。我们的好消息反撞了一下我们自己的腰，因为我们给自己的资产的定价是需要一个过程的。现在的科技定价正在从美国主导的单边定价转向定价权三分天下的格局。再说一遍，就是顶层的技术溢价依然由美欧主导，但中层产能的成本将很快由中国主导，而下层的应用服务则由各区域本土市场来主导。现在新的定价它没有形成，而旧的定价逻辑是说美国它的这些东西不值钱了，我们的东西就也不值钱了。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在中游制造环节，咱们拿到了实物供给的绝对主导权，全球70%以上 AI 中游产能都在我们手里，节奏和价格完全是我们说了算。美国的本土厂商基本现在都被打退网了，这不是靠什么技术壁垒，这是硬靠规模和效率来凿出来的实物主权。同时在终端算力和开源模型上，我们这些国产大模型直接就把英伟达和一众硅谷卖产人都招安了呀。因为只有构建起足够大的全球的 AI 生态，才能撑住现在这个体量的整个 AI 工业体持续发展的基座。算力这一块，国产的万卡集群已经落地，虽然单卡性能还有差距，但综合成本极低，又给全球提供了一个不需要看美国脸色的备选之路。而垄断模式下的估值逻辑就是不能够有备选，一旦有这个替代逻辑，整个估值模型就完蛋了。现在同志们有跟着挨打的感受，是因为美国的肉被我们抢了，于是美国没有肉，我们的相关产业暂时就没有了肉汤。那你说咱不是抢到肉了吗？对，咱的肉是从产业端抢到的，但到资本端给咱端上桌，它是需要时间的，因为定价权三分，现在的资本市场对于如何给我们自身的资产独立估值，还处于大姑娘上花轿之前没干过不知道怎么干的一个阶段。原有的西方的单边定价权被我们的产业端已经打爆了，但是资本端现在根据什么定价给整不会了。科技其实就是要不断突破的，可是金融的估值模型却是对未来盈利的预期，也就是说科技突破的越快，它的估值模型就测得越不准确，波动也就随之增大。这个是理解科技产业和金融逻辑差异的一个关键，希望对各位能有帮助。这么长的看完了，关注一下吧。